最近我有个朋友问我说，你有没有使用过 VPN？ 他说他最近在网络上买东西的时候，很担心自己的隐私会外流，因为现在大数据时代，只要上网，个资就有可能被偷偷搜集到，是这样吗？对啊，现在你去公共场所，像是咖啡厅、饭店、车站或机场，到处都可以搜索免费的 WiFi。但你连上去之后，你不知道会不会有隐私跟个资安全的疑虑。哦，好像是我最近去咖啡店工作的时候啊，还是走在路上，都会不知不觉就连上免费的 WiFi， 这样虽然很方便，但个资就外流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推荐 NordVPN 给大家，它可以让你上网隐藏 IP 位置，保护你的个资跟网络身份安全。你传输的资料都会被加密，不会让第三方看到内容。它也会给你新的 IP 位置，让你的网络活动比较难被追踪。NordVPN 它就像是一个网络保镖，把你的线上身份和活动都保护起来。最棒的是，只需要买一个账号，它就可以保护家里6台装置的安全，全家大小都可以被 NordVPN 保护得好好的。现在大家只要用我们的专属优惠链接 nordvpn.com/otherwise 或者输入专属优惠码 otherwise 注册，就可以享有30天退款跟加赠4个月免费的超值方案哦。记得看下方资讯栏的连结。谢谢 NordVPN 保护我们听众可以安心上网。我们是不是该买一个账号呢？买。本集节目由 NordVPN 赞助播出。我前2年而已，我有遇到一个人，他也不是老人哦，他知道我是做，当然他知道灭火器是干嘛，他知道，可是他是在一个环境非常非常好状况下的人，然后我跟他的对话啊，他一直用极度怜悯我的角度，就是你已经快40岁了，竟然还在做音乐，你一定是有一餐没一餐。我想跟他说，对啊，无你买一台车，我塞，那个鲜花站不新闻到腰的密的，拜托。对，你居然还在，对，还没放弃，对，还在做音乐。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们有觉得因为社群媒体，所以人跟人的距离反而变得比较冷淡，也比较远？你们有这样的觉得吗？那绝对是有的。为什么？刚出来的时候就还蛮明显的。对，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大家就是光讲吃饭就好，吃饭以前哪会吃饭滑手机？那像我们这种老人，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如果气氛比较不嗨，大家也是手机拿起来狂滑，对啊。但是，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不算很严重，因为就我们现在的聚餐或什么的，还是有在出门其实不太看手机。对啊，就还是会很喜欢人跟人交流这样。那如果像那个社群媒体还没有这么大家都一直在使用，然后你们以前出去聚会的时候，如果这个局很无聊，那你们都在干嘛？就想办法唠对啊，或是自己找事做啊，跟隔壁的认识的聊天啊。但通常小时候会出去都是跟自己喜欢的人相处的一群好朋友，基本上都不会无聊。跟你说社群软体这样那么蓬勃发展，那个冷漠是绝对的。你看脸书你就算你里面有没有200个自己认识的好友，如果5000个满的话，就很常会发现说，其实我好像没有看过你，然后他们就会过来跟我聊天，说你最近怎样怎样，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觉得社群时代有社群时代的好，也有不好。我觉得它的确有加速社会进步，比如说 Me Too 效率，Me Too 我觉得这一波就是我们要跟过去啊，就是虽然它看起来很你会看到很多很黑暗或者是很令人不舒服的事情，可是这对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在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社会成长，你就会觉得这是必经嘛。可是你没有社群的串联，以前有这种事情，媒体很容易压掉啊，你有权有势有关系就压掉了，对啊，所以有好有坏，那坏当然也蛮多的，我觉得，肯定有的啦，对啊，这个 Me Too 事件，我们是国外已经是2015年那个时候就开始6-7年了，对，运动很久了，运动一个，它应该是一个带状的革命，就一直都有的，对，然后我们到现在才把它爆掉。OK， 那我爆掉了之后，我要怎么样呢？
我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讨论的是个体、个案的事件，但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对，这个很重要，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对，这个也是让我不舒服的地方。对，大家比较偏吃瓜群众看八卦。对，是，绝对是。这个本质上不是，本质上是，我们前几年那个公投，性平教育要不要提早？不是大家国民都说不要嘛，都反对。对。你这时候怎么就是又要了？就是我们当时那个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更好的起跑点上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什么行为的界限在哪嘛？没有错。现在怎么大家又那么关心的没有？结果是他没有那么关心，好像他没有那么关心，是在看八卦，看谁有落神坛。对，他看你翻车，他很开心，开心。那样不对，就是这运动的本质是说，好，我们终于要进步到男生知道自己的分寸是什么了。以前那些不好笑的笑话，就是你自以为幽默的笑话，其实是会伤害人。不可以做伤害人的事。比如说酸民文化，我就觉得超不喜欢。是不是？我刚刚就是接下来本来想问的，就是根本没有你的事，你就要经过你要踹一脚，然后弄到像一些就不值得讨论的事情都会变大事，就很讨厌这样。譬如说这种白饭事件嘛，对，就是这样。对，其实我觉得白饭事件媒体跟酸民是占很大的要素。对啊，然后你有一些那没办法，台湾人就爱吃一些八卦，台湾人就爱吃啊。有一些八卦一有发展，然后半夜就说：“要不要让人睡啊？靠北你就去睡啊！”干，我每次看到这一种，我想说：“干你是认识他吗？你是处理啥？干，你只是等着要留言吧，然后展现你的优越感吧。”真的。然后那天那个什么，每次什么阿唐咸粥涨价，然后大家在那边干掉，然后我想说。人都要去给你有卖家的话，你也没去吃，你还讲啥？奇怪，奇妙。每天去生意还是很好。那边8半天就要自己吃都没吃过，对啊，群众这种养成是很不好。人家八卦有什么事情就不干你的事，然后你在那边要不要让人睡？你就去睡啊，干你屁事！就是这种事情就让我会很不舒服啦。我昨天才写一个东西，叫善良是一种选择。我说他妈的，这所有的事情的纷争，你去看，你有多少人是选择，就是 be a nice man， 就是你善良是你的出发点。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在这个里头啊，它有不同的结构性，它有我们大到社会的结构性，然后其实小到是家庭的结构性。它其实是有不同层次的、不同面向的结构性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其实是没有人在讨论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比较少。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可惜。所以我们其实有点太不讨论为什么，对，然后表面也太不讨论怎么办，真的，我们只讨论输赢。对啊，但你知道输赢的背后是什么吗？是什么？我今天日子过得不开心，我也不希望你开心。如果看到你不开心，我是感觉会好一点。我觉得输赢啊就是这样。有林北北送，你这个观点是这样也对啊，就是林北北送嘛。今天你是公众人物，你偌丢，你平常这样丰衣足食，这样光鲜亮丽，对，那你出事的时候，我一个 nobody， 我踹你一脚，我忽然觉得，我忽然对，那个重点就是最后一句，我赢你了，对，真的，难怪这样他会觉得他今天没办法睡，因为他的脚还被踹下去了，他晚上就可以有这个胜利的感觉，不，那个跟他一定有3000万哦。对我来讲，那这样我可以理解了，我收回那个我的不舒服。对啊，对我来讲，选择善良的不舒服。对我来讲，那个就是在发泄情绪。对，然后我后来就有一天跟他讲说，对，如果我的存在有一个功能叫做让你发泄情绪的话，某种程度上我对这个社会也有点贡献。干，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是这样，这个我要反驳你我讲，因为你都把我推出去死，因为被延上的都是我，你在那边，因为他讲话就比较很容易激怒人，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几月的时候，
6月还是几月带我小孩去台东玩。台东那伯朗大道不是有金城武术？这个超好笑的。金城武术这事情真的是我自己觉得好玩，是说我觉得金城武术他很酷，就是金城武他真的他是一个 icon， 然后他到那个地方拍广告，然后可以带动整个那个地方的，他就只坐在那个树下。我觉得这个东西超屌，超级屌，他在里面就是从那棵树开始产生这个骑脚踏车的行程，这样我觉得超酷超厉害的。然后我就在旁边找了一棵看起来很落魄的树，然后我说老婆你帮我拍个照这样，我说这个是我的杨大圣然后就只是这样了哟，就只是这样了哟，这是夫妻间哪一颗？这是夫妻间的玩笑。杨大正我说这是夫妻间的玩笑，就只是一个我觉得我要去，我觉得对我说这是就是金城武好伟大哦。然后我要找一个跟我的社会地位比较匹配的，所以我找一棵那个都没有树叶的树这样。然后我就比个耶，然后我老婆就帮我拍。然后我老婆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笑，她就 po 了限动，她说杨大正说这是杨大正这样子。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社群上的朋友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幽默，无伤大雅。但有一些人就比较热情，他就直接帮我建地标，所以你 Google Map 会有一个杨大正树吗？真的是我要去，我要跟他拍照。你找出来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问题？就是开始会有人说，这傻小怎么可以，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拿了这棵树，对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对，你凭什么这样子？对，所以他带来的会到这么，我操，丢人现眼到这里。我跟你讲，我有问过这个吗？我跟你讲，这个我没有讨论过。对，然后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它会超展开啦，我懂，对，它展开已经完全超越你原本的意，完全超越你原本的意。下午我有感而发崇拜金城武，他的这个无聊的夫妻玩笑已经展开到，就是他变一个 Google 地标，然后下面已经有一些评论，有的人很生气，有的人觉得很有趣，有的人很喜欢这个幽默这样子。比如说我今天吐苦水吐得很开心，可是到刚刚那个 moment 去讨论社会现象，如果去讨论到为什么的时候，你会有点心疼这些因为这些八卦睡不着觉要踹一脚的人。心疼为什么？是因为他这样可以得到一个精神上的满足，那我就可以理解嘞。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讨论为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干你屁事啊！你到底要干嘛？你知道吗？那个我们的有很多听众，或者是很多那种 IG 他会来留言，然后或者是他如果我今天转 po 了他转贴我们的东西，假设啦，他会非常开心如果我去回应他的留言，他会非常开心。即便他是酸民真的即便是酸民，所谓的黑粉。对。然后你知道我印象非常深刻，有好几则的回复是我被看见了。而且他是非常直接的，就这样子说，就是我被看见了。然后我就突然顿了一下，我心里想说，为什么你这么想被看见？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被看见，也很开心。对，但是我在想的是，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被看见？你为什么想被看见？或是我其实常在想是说，这个社会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这么辛苦？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愤怒，你有这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发泄出来，然后你必须要在这个我讲了一个不用负责任的什么某个影片或者什么我的创作底下，你就写了一个这个很愤怒的因为他言论，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没有真的想要置你于死地，但他需要这件事情，不然他活不下去。我常常在看的是这个，而且你会觉得他们有一种郁郁不得志。我觉得你们这样好像在形容一个想要被父母关心的小孩，然后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某个程度上是某程度上是我好好的跟你讲，你不会理我，但是我就是必须要做坏，然后是啊，你讲得很好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嘛。
我弄他，你弄他，表我兄弟，表兄弟。但你有这种感觉说？是会这样真的吗？会真的我不会这样做了，因为我家人其实不太管我的但是就很多你家人哪一天没看到你？你家人整天给你紧紧看，但你仔细去想，我们小时候如果说大家都，比如说我爸妈都不理我，老师也不理我，我同学也不理我，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干一点什么奇怪的事，干大事去吸引大家注意嘛。简单来讲是这样啊。一定要弄一点，弄一点什么东西出来。我一直觉得不要被注意会比较好，一直被注意超麻烦。所以我当兵的时候也这样觉得。当兵的时候不要被注意。国中前都太嚣张，后来发现嚣张只是会惹来一堆麻烦而已。那是因为你嚣张，别人会注意你。对啊。但是其实我有发现，他们是平常的时候可能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嚣张，或者是嚣张别人也不会注意到，还是说他们其实找不到一个生活的方式可以让自己好好的被看见？那就算他努力了，好像也没有用，因为他努力的留言也是跟一般人一样而已。我只能选择更极端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因为社群媒体对，因为社群媒体现在被别人看见很容易，所以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他就会发现说，哦，我好像被别人看见呀。可以也这么容易，这招有用对，因为我在真实的世界讲一句话都没有人理我啊。对我在网络上留一个很偏激的言论，或者干掉的，说不定会有很多人按赞啊，对，会有很多按赞啊，或者我会踹你一脚。你现在如果讲一个超级政治不正确的东西，你很容易开战场。对，他会有的，就是办一个 party， 不管对啊，不管有人会来上面的 party， 但我觉得这种是就是时代进步的副作用啊。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副作用，没错。你说真的好，科技的发展它是不是出自于良善？我相信是，更便利、更公平、更有效率，对，更有效率。所以不管我们以专业的来说，你说婷婷说之前拍片的，你现在大家拍电影也不用底片了，对啊，对不对？它的确成本降低了，然后自媒体的或者自媒体的创作者变多了，大家去展现创意的管道多了，这都是红利。但是另外一面就是这一种比较虚无的东西产生了新的问题，我觉得好像也没得埋怨什么，因为世界就是发展到这里。我们常常讲过一句话，就是人生本来就没有正确答案，每一个观点就是一个观点，它就不是个答案。你可以有你的观点，你也可以有你的观点，可是我觉得我总觉得说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它缺少了一种尊重别人的观点。没有什么弹性啊，没有弹性，大家都没有弹性，大家都硬点扣啊，真的，它不允许这个地方会有2种不一样的观点，或者3种不一样的观点。它不容许，那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重点没有，这个就是重点，那个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背后的那个框架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太追求那个正确答案了嘛。以前就是奇怪1.28分这个正确答案，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我今天只是跟你分享我的观点而已我又没有说这个是世界的真理你为什么要来霸凌我说干我讲的是不对的？你可以讲你的观点我讲我的观点我听完你的观点，我可能可以吸收到一点什么我讲我的观点，你没有要吸收没关系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就是完全没有这一类的东西。上次我们跟Kurt聊的时候，他就想说你的考卷跟我的考卷都不同款，想要我跟你写同款的答案。今天对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跟你的考卷，比如我60岁，我要的答案跟你20岁你写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我们如果都讲一样的答案，干那才奇怪吧？超奇怪，超奇怪的对，超奇60岁要讲60岁的答案，让你20岁人去理解说我们是怎么样活到这个60岁，所以我会讲出这个答案我看到20岁讲的答案，我就说听起来很不错，因为他妈我也希望我现在可以活到20岁那个状态啊。对啊，事实上是这样啊。对如果没有这个沟通的话这个社会就分崩离析，大家都自己在讲自己的话。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就是这样讲各话好可怕，很恐怖。我很不喜欢现在的社会氛围。对，就是好像它只有黑跟白，0跟100，然后就变成要
爱比短声，这样其实是很不好，要比人数啊，因为这样它不是一个大声跟人数，大家其实不太愿意去理解别人。我跟你说，或者是想要保护自己嘛？没错，我其实觉得啊，我们缺乏了好奇心。那个好奇心是，我就想要理解你这个人，所以我会一直想要知道说，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这样子的观点从何而来？那我就会一直去问为什么。那你是从哪里开始思考这件事情？那他就会一直往回推，很可能会推到他成长的背景。是吧？是有可能的，对啊，对。可是其实现在的人是，对我来讲好像都没有那个好奇心，就是没有那个过程，没有那个为什么的过程，对，没有那个没有为什么啊？短影片啊，你别去关。我觉得短影片也就是没有为什么啊，没有，你懂吗？但我其实觉得短影片是一个形式，它是一个 format。我没有否定这个东西哦，对，我是举例说这些东西影响到我们，对，它是影响人类，然后你的下一代的习惯。对它是改变，但就像我刚刚讲，我真的觉得它就像超市那个有一个阿桑跟你说阿贝假块买不，就是你假块买嘛，你花个2秒吃一口，不会耗掉你多少体力，所以你可以去超市试吃5到8种你从来这辈子没有接触的东西，而且你这辈子也没有时间花那么多时间每一个都买回去吃，那你先吃吃看。我先做一个 free sample 给你发看，吃完我吃了8个之后，然后我最后其实只有买了1个，因为我不可能8个都买，我就买1个啊，那个我喜欢，我这是我的，你现在那个内容创作者真的太多了啊，不是说大家端不出长的东西，你现在时间变那么短的形式，你真的还是必须把这个 sample 大家都要做出来，你就变成看到市面上一片都是 sample，对。那没办法那现在就是因为大家就没时间因为东西太多了，我无法筛选嘛，我只能先试吃 sample，加快买，很短的时间，不会浪费我太多体力不然我这辈子如果把你们所有东西都听完，其实这也是好事，这代表这个世界的创作力很强完全是在进步。是啊，某种程度上，对，某种程度上是。对啊，我自己是很欣赏年轻人的，就是他们做得好的地方，不管是创意或是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可贵、很天才的行为，我都是赞叹并且尊敬的。但是我做不来，我不会勉强自己去做我不想要弄得很难堪这样子。对，太硬要，对，太硬要，然后就自己就狼狈不堪。对啊，可是我可以在我自己舒服的步调上去跟年轻人学习，然后消化完以后，用我的方式再继续进步，我还是可以追求我的进步对啊。那你们真的会出300秒？不会，我想听听看期待一下。而且我很想知道说，你如果真的出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觉得我已经出一下嘛，做得到。可是以我们的习性来说，我会觉得这样我事情讲不完讲不完整。我不喜欢你30秒，你要怎么起承转合？是不是？这个是我觉得你在那边挖呀挖呀挖，他有故事。就你有，然后所以嘞，挖呀挖，所以他挖什么啊？挖完嘞。种花种花不是？那我们写歌的逻辑就是为什么我要种花，然后种出来以后花去了哪里这样才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嘛那一下子30秒里面这样丢下去就长出来好大的花，挖，然后我想看谁考，对啊，就是谁考，就你也只记得挖呀挖，对，然后这首歌在表达什么，其实你也不会知道。对啊，真的不知道那你刚刚讲到抖音，我们也有抖音歌抖音神曲今天喝酒了对啊，听说听说很在 Reels 很红最近也开始陆续有看到。真的吗？真的吗？有一首歌叫今天喝酒了，昨天也有喝。然后，对，我也不知道，那是我们一首老歌，是，但其实它可能只是你还是做你的歌嘛，那只是用剪适合的片段给大家试吃一下。对，应该说这首歌的重点其实就是这样子，比较小，你不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阐述。所以我16年就写抖音歌。原来你才没有，原来你走得很前面，超重的，就所有的市场这样。灭火器是自己开
公司，开自己的厂牌。所以作为经营者，很现实的是，艺人是商品，创作是商品。那我如果作为经营者的观点，我觉得你推一个这么老的商品，市场会接受吗？然后就是你会很不希望艺人做这样的事情，对，你还是希望艺人，他是可以跟年轻世代沟通的嘛，然后他是可以受到一直会有新的世代去喜欢，然后有沟通，有新的共鸣，有新的可能性，会有新的场景。这是经营者的角度会是这样希望的，所以我就不想处理这一块。可是当我作为创作者的时候，我就会有抗拒啊，我就会觉得说，干不是，我就是现在人生走到这个阶段了，那我最在乎的是这个。那你如果让我讨论这个，我可以写的挖得很深，我可以写得很深刻，而且很生动，而且很真诚。那作为创作者，我就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从小写歌就是这样子啊，对，生活吗？就是那个 switch， 就是我完全明白，很烦呐。但是当我进入创作期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100%任性的创作者。所以当我写完这些歌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是的，就你回到经营者的身份，就是靠北公司的主要的艺人丢了一张这样的专辑，那我们怎么卖它？就想办法卖它。那我问你哦，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啊，那个挣扎，你觉得你自己有精神分裂吗？我精神分裂很久了，我15年开公司开始分裂，就是没有我作为艺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商演就会职业倦怠，在以前商演多的时候，没有灵魂掉，你会觉得哦，这个我好想唱专场演唱会，然后可以照我们的步调开歌，用我们的方式演出，对，然后设计那些细节这样子，然后可是以经营者的身份就是没有啊，没有。我常常跟经纪人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商演要不要接？这样我说要啊，不然公司怎么活？然后他说，可是团员都就是经纪人会说，可是团员好像已经有点倦怠掉。我说你艺人你要生活费，你就是要。就只能演商演，不然怎么办？就是排。然后可是真的到商演那天到了，我是艺人身份的时候，我在车上我觉得好谁呢？谁呢？是不是？就骂三字经，你娘！你也会有，宇成也会有这种。我以前蛮严重的，可是现在我们都学习到，长大了，都长大了，就是你知道这个。我要懂，就是工作嘛，工作。你今天如果商演，你不把自己心态调整好啊，其实对在台下的人也不公平。对，他们想要看到你是最好的状态，对，去展现出来。像我之前我们在经营公司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想太远的那个人，可是远到。没有办法 hold 不，对，根本就 hold 不下来。是短期 maybe 是你很有可能是活不下来，现金流都不够，现金流撑不下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慢慢去学习什么叫看长远一点点，什么叫做真的看长远一点。我什么时候该看长远一点？我什么时候我不是短视近利，我是为了让这间公司活下来。那我要怎么去操作？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非常的难，非常的困难。可是你要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思虑必须要把它拉长啊。同意啊，我完全同意。对啊，因为我们常常也会有那种做这件事情干就脑子爽，对，然后他妈都赔钱，对，但是。身心灵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他妈真的还蛮爽的。对，然后月底要结账的时候，就觉得干没有很开心。对，那我想要理解这个长大的过程，有多挣扎。我想要知道有多挣扎。可以听他的分享。来，觉得公司一旦开了之后，你就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们4个人嘛，但是后来员工越来越多的时候。会有压力哦，对，你开始要顾虑的事情就会比较多。因为我们灭火器本身还是最主要公司的收入来源吧，对。那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你还要那么傲娇，然后因为前提是如果是 live house 那种巡回其实赚不太到什么钱，因为我们如果在那种场地演出，我们的要求就会特别高，要加喇叭、找音控、找灯控，
都是钱，交通也是钱，住宿也是钱，那是做爽，做身体健康，对，而且对心理健康非常有帮助，真的非常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觉得自己很真实的活着，完全在台上做自己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得到心灵的满足超大，理解，真的超级大。那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你也不是只是因为自己不想要这个改变，然后少赚了那么多钱。那公司的营运可能会出问题，然后谁可能会肚子饿或干嘛没有钱吃饭，这种心情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变得有意义的。那如果一件事情变得有意义的时候，你做起来就会特别的开心。大概就是这种去转换自己的想法，是转念啊，转念。你们为什么会形容自己长大了？因为我刚刚听到你们形容自己就是在这个创作者，然后自己开公司成为老板之后就长大了嘛。我常常在想说，形容自己长大了，那个时候有时候在想，我说我长大了，其实我讲出来以后，我自己都有点伤心欸。你会吗？你会吗？天啊，就是老了，那长大了是卡二天啊。对啊，你这种东西很明显啊，因为你现在的烦恼跟小时候烦恼就不一样。然后你现在想的事情跟小时候是不一样，那很明显是一个状态的转换。可是我都会有一种心情，就我讲完我长大了以后啊，我就会想一想，就是我就不想长大啊。然后我就会想把是不是有没有？那你们两个好合，我就不想长大，然后我就会去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我就会把很多事情就是我不想做，我就很任性的就老娘就不要做。可我觉得是你会不会阶段不一样？阶段不一样，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好，我不会说我不想长大，因为你责任不一样，所以你本来走到一个新的阶段，你要负责的事情就变多，比如说小孩的安全、小孩的成长、小孩的很多事情啊，他的人格啊，然后员工的生计，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工作条件、他们的心灵追求的这个满足有没有办法实践？要扛的东西变多了，不是说我准时发薪水给你就好了，绝对不是这样。而且光是要准时发薪水出去就很辛苦了，都是要烦恼很多的嘛。对。可是这种时候你只是责任的范围加大了，可是我并不会说我的初衷变了，因为有的时候当我还有机会可以去展现小时候的任性的时候，我会超级珍惜的。然后或者是某一些时刻会觉得，现在好像年轻的时候，或好像小时候，我会真的超级赤子之心，而且玩超疯，会很开心啊。然后我会超珍惜，会被感动到。对。所以你们现在还愤怒吗？愤怒还是会吧？我超愤怒。是你现在还愤怒吗？愤怒。怎么说？就现在这个社会嘛。对啊，但是你知道这种愤怒我已经经过一个是当我表达愤怒被反噬，被所谓的这些势力、这些网军也好，或者是酸民也好，去反噬到一个程度，你知道无可对抗的时候，我不是不愤怒，我只是觉得说，我今天表达我的愤怒，我要用10倍的成本去承担我表达的这个愤怒，我觉得好像太不健康，真的太不健康，心里一直卡这件事情也不对了，真的太不健康了。我今天但讲出来很爽啊，很爽啊！我就举个例子啊，我在19年大港的时候，我也没想很多啊，我心里很不爽啊，我在台上就骂了脏话嘛，那当然是对当时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论，去做情绪的反应，是，但是那个不是说，我觉得那都会被扭曲，我当然对他们讲的话很不爽，可是当三字经在嘴里，我从小到大我都只是，这就是一个情绪的发泄，
是我得好生气的意思。我刚以为你要讲了，我得好生气，对啊，我真的去做了什么侵犯的动作嘛？没，就是当然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你对于这一种语言的使用的理解，内化了。可是当然你在做那样的动作，当天很爽，觉得啊，我的愤怒有发泄出来。可是后来回过头来，一下子第一批是柯粉说我们这个曲解了柯文哲的意思啊，就一批就已经在那个板上就攻击一轮了。到选总统的时候，第二批lag了半年，说我们怎么可以骂伟大的韩总这3个字，你就会觉得奇怪，就是所以比如说看我们是乐团，我们的那个什么社群板上，我们当然是公布什么演唱会啊或作品或什么，可是你就要用好多的时间去跟这些恶意去搏斗。那我当然会反思说，那是不是我们是公众人物，我们不可以再像小时候这样子，有什么我得好生气就讲出来这样子？那我也还在学习现在怎么去消化我的愤怒。说实在的，因为现在很多事情我也是看到很气啊，整个社会的一些走向或社会的一些氛围跟这个都还是我得好生气啊。可是就让自己学习不讲。可是好生气是一种，愤怒是一种去驱使你想要带来良善的改变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会试图要转化那种表达方式，但是最终还是希望可以带来良善的影响。所以作品你还看得到这个我得好生气这种东西，或者说隐性的某一种愤怒，或者是对社会的这个不满。但不得不说，我在学习一个事情是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有效率的跟社会沟通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有点断了这个眼界。好困难。光是要融入这个社会就已经很困难了。为什么你会觉得融入社会很困难？因为我们以前本来就是不属于这个社会的思想框架里面长大的人，所以才会做这种音乐嘛。但你觉得做音乐有帮助你更融入这个社会吗？还是跟这个社会更断裂？我觉得有一大部分会是个解脱，就是你做这些东西作品出来，然后演出的时候，你反而最主要的就是在台上，对，因为你完全的不用管任何事情，是你在上面完全放飞自我，你要喝多醉或干嘛都，只要前提是你要演好了，对，但你在台上的那个大解脱，你不用管所有的鸟蛋狗屁的事情，什么都不用管，所以这些作品对我来说，怎么讲啊？我很感谢跟珍惜这种东西，不然你每次你不可能，我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好好的发泄吧，对吧？就只有台上这种机会会比较合情合理。但我想很多时候创作者可以跟这个外界，比如说听众啊或者观众连结，很多时候是因为你把你的愤怒或者你受到的委屈，或者你观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然后把它灌注到你的作品里面，用作品去沟通，不见得是真的是你知道。我到后来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的愤怒会被一群人就是一定会很曲解，很大的力道来扑灭。然后那个扑灭甚至我要花很多倍的成本去，就是我的愤怒成本很高。好可怕，就是即便是投注在作品里面，即便我发表一个愤怒，我好像要用很多倍的力气去让自己在这个反击当中继续再重新站起来一次。这样说好，我觉得很多人都等着看你出糗，对，那你一旦出糗，他就是不会放过你。对，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我不确定是时代的关系还是怎么样，现在的社会氛围的确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根本不干你的事，你爱踹一脚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让我不舒服。
就可能刚我们开录之前讲的，从头到尾我们就只是想要把一个乐团玩好。那这个乐团要讲什么，就是我们在乎的事情，我们生长阶段面临的事情，我们去把我们的观点分享出来。但是在从14年太阳花之后，这些东西就变得不是那么单纯，可是我们都还是希望保持一模一样的初衷。就是当时去做岛屿天光也是一样的心情，我们又没有靠它干嘛。然后可是从那之后，你就会开始所有事情它一定都会有被曲解的过程。然后到现在比较严重的反而是这个好了，我真的最不舒服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是那么努力的在音乐上精进，然后一直在包含我们的演出状态什么都在精进，我们还是越来越专业的音乐人。可是最不舒服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已经把这一切都打翻了，超越这一切。懂，理解。就是很大一部分的人他只讨论意识形态，不讨论音乐。那我觉得这不是不行，就是你意识形态跟我不一样，你可以不听我的音乐，但是你不能用意识形态去作为第一个审查的去评价我的音乐或攻击我的音乐作品。因为你要攻击我的音乐作品，你应该是基础点是在音乐作品上面。没错，这真的好难。然后你有听过之后，不喜欢这个节奏，不喜欢这个歌词，就 OK 听。我们是做音乐的人，那意识形态其实是我跟你身为台湾公民对等的权利。你有一张票可以投，我也只有一张票可以投，所以你支持你的，我支持我的，这个很正常。那你可以不要听我的音乐，但是你不需要在我的每一个作品底下攻击我的意识形态吧。这样很奇怪。对啊，你支持谁那是你家的事。我不会去一个跟我意识形态不同的餐厅留1星负评啊。对，不应该这样子。而且甚至我也常常觉得意识形态不同的餐厅东西很好吃啊。我不舒服的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让我觉得好辛苦，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好强，强到你每次要干嘛，就是你开店做生意，总会有一群人在那边闹，真的死命的挑你超级讨厌麻烦，真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音乐。我们那么努力做了那么多很多巧思，很多琢磨，很多 training， 要让自己就不断的进步这样。我前2年而已，我有遇到一个人，他也不是老人哦，他知道我是做，当然他知道灭火器是干嘛，他知道，可是他是在一个环境非常非常好状况下的人，然后我跟他的对话他一直用极度怜悯我的角度，就是你已经快40岁了，竟然还在做音乐，然后你一定是有一餐没一餐，干，然后我突然觉得好爽哦，就是我好想跟他说，对啊，无你买一台车，我上几公里了，那个鲜花站着，鲜花到要密的，拜托。对，你居然还在，对，还没放弃，对，还在做音乐，我操！我大学的时候也有玩乐团呐，哇，我这个真的很不简单，那么苦，你可以这样坚持这样，送我代老师，我是觉得我没有你有钱是真的，是真的，我绝对不是过着你大学那种生活，超可爱。怎么可以这么好？真的超级爽，他那个怜悯是那种真的，我真的感觉他真的好可怜我，然后好想鼓励我。对，有。然后我觉得他是个好人，对啊，对他没有坏，他没有恶意，他真的没有恶意。就像那个常在问我说，那个可怕的东西是刻板印象。对啊，因为我相信有在赚钱，那个人也是认为我3餐都是泡面，绝对是这样。
你们真的有趣，所以真的有趣，才前2年而已。好，跟小时候亲戚会问的问题一样，很像，对，超有趣的。对啊，就是对。你每个月有收入吗？他们就说你现在还在还在做这个事情，赶快啦！你用党队在抢啊！一样的问题，一样的问题，很有趣啊。你过年回家的时候，现在还好，因为上个月有去家族有我妈妈那边的人有人走掉了，这样，所以有回去见了一次面。我妈妈那边的人就比较土性一点，对，就比较难控制的那些人回去他们就开始乱喷然后就我刚刚说的那样，好几个人看到我就一直这样，你今晚跟我这样吗？有的有在看的，他就说，我当电视看到你搞呀之类的。但我真的觉得这个都讲的没两样，出发点是好的，真的，只是担心你啊，担心你。他阿内伯，因为在他那个年代，阿内都没探得及啊，对啊，没探得及。但我想，我真的很想问一件事情，你怎么去看待因为以前我们看摇滚乐，就是从70、80年代的摇滚乐，说真的，他们在那个年代就是超级愤怒了。不管是超级靠北，然后愤怒到那种反越战他有一个人可以对抗，比如说是政府谁。那你怎么去看待摇滚乐歌手自己年纪变大这件事情？然后忽然间你理解到很多这个世界运作的法则，你或许没那么愤怒，那你怎么去再把这个摇滚乐的这个魂找回到自己身上？今天开这题嘛，这个我可以讲一个东西是，第一个我依旧愤怒，这是不变的。但是在本质上有一个东西是，你说以往党国时代造成的愤怒，在整个08年到换回本土执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当然可以很自然的去呈现这个愤怒，但这个愤怒的本质，它并不是说国外就是对抗政府、对抗体制，我们当然也对抗体制，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对抗中国政权，这是我永远在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我帮蔡英文写歌怎么了？我被政府摸头吗？是这样吗？你蔡英文不赢，我怎么赢中国？我怎么延长这个跟中国对抗的时间？我们的背景跟国外的那些摇滚乐其实是我的点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当你都要用说你是民进党养的狗来攻击我的时候，然后风向又很大的时候，我当然要换条路走啊。就是我一昧的用我原本的方式表达愤怒，不 OK， 它不 work， 它会让我的寿命缩短。但是这件事情都一直在我心里。我们要对抗的永远是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不是很多人很喜欢说民进党执政你就可以独立吗？当然不是这样啊。独立的本质是这个岛上的人要经过足够的沟通，拥有一个共识，然后在很长的时间以后，可能我们都不在的时候，还有可能是要终于有这个共识的时候，过了100年之后，对，终于有这个共识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低头的时候，他才会实现的东西。你不要整天拿这东西扣到我头上，然后怎么样？我只是延长我们的寿命。福茂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吗？我愤怒的是这个，我超级愤怒，可是我要一直压抑，因为我愤怒没有用，因为我敌不过网络上的这些大军，他可以把我踩到，我生意都不用做，我生活都会有问题，然后我的小孩被霸凌，可以，大家超有能耐，大家超棒，这是这个世代我们该尊敬的地方。可是我必须想办法很健康的活下去，去实现我台湾独立的梦想。所以当我的话语权消失的时候，那就消失，我寄望下一个时代，但是我的初衷不会变，永远不会变。我是100%的态度主义者。
但对我来说，你是台独主义者，或者你是想要统一的，对我来讲不重要。你相信你是想要为了台湾这片土地好而在想尽办法做努力的人吗？是啊，很想统一的人，他一定觉得统一是对这块土地比较好嘛。是，所以我不会去这样子去攻击说，所以就是回到刚才，我不会说干你这是一个中国养的狗，你习近平养的狗，所以你的水饺难吃死了。不会，根本没吃过你的水饺，我不会说你水饺难吃死了。真的，而且我超爱吃水饺了。我觉得重点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沟通是。这个岛像一艘船一样，对，要开去哪里，要坐在船上的人共识，他才能往那个方向开。同意。不是谁压迫谁，不是谁吵架谁大声赢，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对，那对你来说，你相信的是什么？我相信的是，台湾只有100%的建国独立，这座岛上的人才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对我来说比较可怕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太多的权衡或太多的这种利益的算计，已经忽略掉人性。因为对岸的政权，它长成那个样子，大家还可以选择晋升的时候，这个东西很可怕。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你不可能在2年前、3年前，你没有看到香港发生什么事吧？他活生生的就在你眼前。你没有看那些浮尸，他是自杀吗？他是吗？那为什么你今天所有人因为你的利益不出声的时候，然后我不会讲我不会讲我真的好愤怒于这个世界哦。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些正确的为正义发声的时候，反而又要备受攻击。所以你要怕什么？我今天是整个是这样，我真的很卑微的祈求每一餐饭就是可以这样子。我只要一餐饭过了一餐饭，我的孩子一天过了一天，我就觉得上天的恩赐，我还可以有骨气的活着，像个人，还不至于太落魄，这样我就很好了，真的就很好了。我觉得我可以把刚刚那个话题接着一起讲。我反而想问一下，你们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觉得台湾人很难沟通嘛？那你对我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什么？其实就是独立。我必须要独立的思考，我必须要做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我才会知道自己是活着。因为你就是独立了，你才会成长。可是这个岛，我们把它想象它是一个人的话，它其实没有独立的话，大家思考的方式会不一样。就是我们会很难沟通，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人的话，你就会有想法，我们就可以进行讨论。所以你相信，大概就这样。所以你相信人应该要独立吗？人本来就该独立。我在看摇滚乐的历史啊，一直在看这个东西，其实摇滚乐一直在对抗的东西都不是人，是那种人的集合体。对啊，就是某个政权、某个事件、宗教、某个事件、某个不应该集合的东西，然后他因为有某些人的意志，然后他最后行使他超越他自己应该行使的权利去欺负别人的时候，摇滚乐就应该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去对抗人嘛，去质疑这件事情，去对抗这件事情。他们在对抗的东西其实都是那些同样是他的国家的人，然后他在做一些他自己以他的价值观觉得不合理的事情。他批判，摇滚乐对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在我们10几岁1990几年2000年出头的时候，他对我们的影响是说，你要独立思考，不是主流媒体说的是对的。我觉得这个学校教的不一定是对的，就是主流媒体为你的东西你要想一下，因为那是可操控的，真的。但我一直觉得民主自由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一个普世价值啊。它是普世价值啊，对啊，它就是普世价值啊。只是说，我觉得我这块岛屿上，
有大多数的人还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吧。其实每天都很愤怒，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之后，自己心里会好过一点，就是有时候你很生气，说为什么大家会没有办法想到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笨？讲难听点，就是你要这么笨，然后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完全不愿意去独立思考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这块土地上扣掉被殖民的那段时间，好像年纪超小的对，也不多厉害，所以你要用一个整个国际社会的水准来看待每一个人的话，基本上是完全不合理的。只是偏偏我们就是在这个岛上，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把自己给放低一点的时候，你可能不会到那么生气。只是说问题还是依旧是存在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卡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点，就是这样。我觉得生不生气跟可不可以去理解是两件事。两件事。就是我觉得重点是，那是脾气问题。就是我们要多生气都可以，不管再小的事情，我们要多生气都可以，这是我们的人权的展现。可是当生气之后呢，你要解决问题，还是回过头来讨论为什么跟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吧。就是你要多不生气，或你要多生气，这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可是有这个选择，所以选择重点是为什么跟接下来怎么办。当要进行到讨论的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最麻烦的了。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前一阵才在聊，就是你如果害怕冲突的话，你其实什么事都做不了，因为你如果所有，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聊天，我顺着你所有的话来讲，我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讲不到，我什么都讲不到，因为没有任何讨论。阿力公小，我就顺着你话讲，干我他妈政治咖，干我他妈就你知道，我知道你，我希望你投我一票，我顺着你话讲。但我如果觉得我不需要你那一票，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要依靠你的时候，我会去挑战你啊，我挑战你的概念啊，我这不挑战你的概念啊，那干嘟了。但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我觉得其实互相挑战也是一种机制，而不是一定要顺着讲嘛，不是那种嘴巴赢了就好了，就是嘴巴赢了就好是最无聊、最没必要，那只是在变而已。对啊，很多时候我们挑战你是挑战，或是挑战我，常常挑战他。我挑战他的目的是我想要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我不是为了真的只是挑战他而已，是我挑战他的过程，我可以多理解你。然后因为我理解你了之后，我也可以告诉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会理解我。然后我就感觉很爽。我也是这样对我女朋友之类的，她会生气。那过程可能会，过程不见得会很舒服啦。说真的啦，这个过程一点是没送，因为我们一定是各种没送，我们只是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让他知道而已。我要讲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在讲什么 Me Too 啊，或者是什么那种结构性的问题。我要讲的另外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其实是跟家庭是有关的。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我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听到很多年轻的女子，她是为了生小孩而结婚。是她想吗？还是她是有这个压力而被 push？ 她只是觉得说，她要体验当妈妈跟婚姻的这个过程。我说 no， 这个不是个重点。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我说这个真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我就说结婚是一回事，然后你想要结婚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的重点是，当你结了婚之后，你有了另外一个生命，你有责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然对啊，对，当然啦，我要讲，确实，对，我要讲的，我们从黄子佼身上就可以看得到，我就觉得说，他受伤了，他在他的家庭里头受伤了，所以他在他不懂事的时候，就把这个伤带到别人身上。伤害别人，这个东西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无知无意识的，不是说他没有错，他绝对有错了，他绝对有错，他肯定有错，他错一定是最多的那一个。可是
在他那个年纪10几岁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他真的懂吗？在没有人教他的情况之下，没有人告诉他说不要去伤害别人的身体的情况之下，他是在单亲的环境里头长大。他会不知道什么是对错。真的，我真的是这样子在看的，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伤痕，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伤痕在伤害别人。他就在一个这样子的恶性循环里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先去平复我们自己的伤痕，而选择善良，不去伤害别人。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就是我说的另外一种结构性的问题。社会有社会的结构，家庭有家庭的结构。人他有一个自己的结构，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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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后来就看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善良？真的，为什么？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很多时候你为什么能够这么不善良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对你自己善良，你从来都没有觉得你值得被人家好好的对待，你从来都没有觉得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值得活着的人，所以你相信你必须要你必须要欺负别人，你才可以获得好处，你必须要欺负别人才可以让你自己过得更好，你必须要欺负别人，你才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个前提是一种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的。我们前一阵子常在聊这件事，我们前一阵在聊，我后来觉得说，其实这些现在常在欺负别人的人，其实他的本性没有这么坏，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他从小被欺负到大，然后可能他没有这么坚强。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跟简少年聊天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觉得那个问题其实还蛮值得很好的，就是花时间去深思这件事，就是人为什么要原谅别人？你知道吗？我觉得关键不是原谅别人，原谅别人根本不重要。你有没有原谅自己？对，你原谅自己你就舒服了，舒服了，别人怎样那不是一件事。对，不是一件事，不是一件事，对，真的不是一件事。同意。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是会有很多，因为不是0到100，它有0.1、0.2、0.3、0.5。但是我们那一天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理解一件事，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譬如说为什么郑捷是郑捷，为什么陈进兴是陈进兴，我不懂，我不懂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去伤害别人，我不明白。可是那是对，就是为什么？对，你可以，我真的不明白，它是怎么生成的？对，这个才是重点啊，重点，而不是怎么杀死他，对，不是怎么杀死郑捷，不是怎么杀死陈进兴，对，是你很快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对，你如果不知道陈进兴或郑捷怎么来的，你只是顾着杀死他们，那就会有再下一个陈进兴跟下一个郑捷，是就是这么简单。没错。所以我有那一阵子，其实小灯泡事件，我非常佩服小灯泡的妈妈，可是非常多人去骂他，去骂那小灯泡的妈妈，就你为什么这么假掰去原谅那个凶手？对。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社会的安全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可是没有人去深思熟虑这一句话，为什么这个社会的安全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可是现在的社群媒体时代，又何不是另外一种死刑？这何尝不是一种死刑？我会觉得说，我还是觉得会有点希望，还有一点人性讨论空间的社会存在。这还是比较好一点。那你本身想要拯救这个世界吗？我不想，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能力拯救这个世界。可是我至少可以在好的出发点去
在我每天起床的时候，告诉自己要做什么不伤害世界的事，然后在我有限的能力范围里面去付出我的力气，在我觉得往我理想进程的每一小步，我能做的只有这样。我知道自己很渺小，真的很渺小。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比较重要，还是你可以支撑你的家庭，跟你可以支撑你的现在面对的苦难所需要你做的事情比较重要？你知道吗？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比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重要，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可以做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觉得善良的定义就是你不希望任何人面临任何尴尬，各种形态的尴尬，你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舒服，即便我们有不一样的差异。就是他那个舒服不是说真的好舒服好爽啊，而是我没有被冒犯的感觉，或我没有被否定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善良的基础是尊重每个人，这样。然后你不想害别人，你不想把自己的下一步幸运建立在别人的下一步不幸，这不是一个抵消的过程。可以知道说你在你人生的过程当中并不顺遂，你有你自己属于你自己人生的考验，你也不是每一个阶段都这么开心的。没有人人生的阶段都是开心的。我到现在也没有说面临很多的东西都是开心的。对，可是那是就是一个演算法。那是我自己心灵健康演算法不断的修正跟不断的改进。OK， 对。但是我最后想要问的这个问题是，在你人生的这个成长，无论是你任性也好，你慢慢的渐渐开始懂事也好，在这个人生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 at that moment 对你来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OK， 我在生小孩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时刻是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状态，就是我已经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为什么？但你有很多打击一直来，然后很多的不快乐一直来，然后你没有一些快乐的 income， 真的会迷失掉，就是你会觉得说，如果生活都只是痛苦，那为什么不能结束它？所以我在16年的时候，15年底16年初的时候，是整天在思考怎么结束自己生命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忧郁症，我不知道。可是我时常觉得痛苦到，是觉得说，我不要再想了，好不好？我走去窗边跳下去就没事了。是这样子哦，是到这种程度哦。可是我从来没有去看过身心科或什么的。可是那也还好，我自己够熟啦。就是我从来没有一次这个念头是去付诸现实。就是我从来没有一次是说，我真的跳下去了。这我觉得是幸运的地方。可是人生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遇到我太太，然后我开始有很多的开心的 income， 就是其实开心的点数一直进来，然后很多的东西它就是慢慢的从黑白去着色，它就有了一些色彩。然后随着孩子的到来，然后随着很多新的梦想慢慢一步一步，虽然它很困难，但是我们一步一步去实现它，然后当然有挑战也有成就感啊，它是这样运作的，来来往往走到2023年的今天，
这是距离我刚刚讲的7、8年后。那现在这个阶段比较不会像2015、16那个时候的这一种思维，就是可以那么轻易的去思考结束自己生命，因为你会知道even 在工作的领域如果有不顺遂或什么的，那我还有家庭的领域可以去努力啊，然后还有可爱的新生命要陪伴他们长大，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说好珍贵，所以我反而因为孩子是我的礼物，我觉得可以活得更宽阔。我不用我看待有没有希望这件事情印证的点不会只有我这个人类的个体，我还有下一代。那个下一代倒不是说你要怎样才是符合有没有希望，而是你的成长还有无限可能性，那我还能为你做什么我去做啊，能不能也没关系，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未来在我不在的时候，你能不能跨过那个坎是你自己的修为，但是起码在我不在之前，我可以给你的 support 是很全面的。那这东西就分两个层面，是第一个，在我还有力气的时候，我还要不要经营我这个人类的存在，那我要经营的话，我要为我自己努力，但同时我要分一半的时间是为你的未来努力，那我就有好多事情可以做。你是灭火器的主唱，你是杨大正，你已经是杨大正，他们不会去看你过往怎么上来的，不太会有人去。我讲的政治超不正确的东西，真的就是我从来不会，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剪，因为这真的太负面了，但我从来不会为任何一个自己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人感到惋惜，从来不会，因为我知道那是怎么样的感受。就我从来没有看过身心科，我在成年以后从来没有看过身心科，但是我不止一次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很幸运的我没有，但是我不觉得在我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真的结束了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会让活着的人遗憾，但是对你来说 maybe 很轻松，那还是一个选择，不是我说我鼓励自杀，不是这样子。那可能是一个选择，那是那个当下过不去就是过不去了。真的，我可能讲这会被骂，但真的是这样。你从来没有办法，你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需要被解决问题的人，你没办法陪伴他度过任何难关的时候，你没有资格去 judge 他做什么选择。对，但我想要继续下去。但是我有一个疑问是，那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继续下去？这除非你像我一样够懦弱。什么意思？我很想死的时候，我不敢跳啊。我不敢跳，我就觉得那今天先过吧，我先睡觉吧，跳下去好痛。对啊，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跳下去好痛，或者是说我好像还有什么事情想做，好像似乎啦，可是日子就这样过啊，过了以后就是你会遇到一些美好，它会翻转过来啊 ，even 只是一件小事，它就是一点点的在鼓励你，真的是一点点在鼓励你，然后你就是那好像还有明天再试试看，还有一点就是不然再明天再试试看。再明天试试看啊！再到后天，我干你娘！怎么又那么急来这样？但是真实的感受是这样过程嘛。但是我知道我真的经历过很低谷，所以你会知道说，有点像是玩大富翁，你真的快破产了，可是又没破产，你这样又回到起点，又得到2块，又回到起点，又得到2块，你慢慢2块、4块、6块、8块，你好像又有一点资本继续活下去的时候，好像没那么绝望，好像啦。即便你还是过着各种不舒服的人生，可是像我自己
获得最大的资产就是有孩子啊，那我会觉得，这个带给我太大了吧？那对你来说太大了。这个现实的对你的考验，跟你自己想不想活下去这两件事情，你在这个里面拉扯，对，然后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活下去要干嘛？真的就是以前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活下去干嘛。真的就是要不是我还有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没做到，有点不甘愿，然后死不瞑目，不然先活着好了。那个是那时候的思维，懂。但现在只是说，干我怎么会想死？怎么可能？我的孩子那么可爱，对，就算再怎么辛苦，那你至少要给他足够的弹药去面对未来他成长以后的世界吧。你要给他足够的心脏，足够的心理素质，然后足够的才华培养，或足够的知识培养，还有爱的力量。对啊，就这样。那我现在是完全不会想死，我现在超怕死。我现在觉得我超不想死啊，这就是差异啊！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以前常常死，真的。